到处都是鲜花。杨紫在花海中露出清爽灿烂的笑容。杨紫所在公司于8月22日发布了一系列在温室拍摄的花海照片，引起了众多粉丝的热议。杨紫身穿白色衬衫，搭配蓝色短裤，脸上挂着清爽明媚的笑容，站在花海之中，她的全身都在阳光的照耀下焕发着光彩。杨紫在花海中的照片展现出她的清新和明亮。她身穿白色衬衫，搭配蓝色裙子，简单又不失优雅，将她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一头黑色长发披散在肩上，让画面多了几分优雅和青春。她的笑容很干净，很有活力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可以照亮人的心情。杨紫晒出的花海照片中，她的笑容让人心潮澎湃。她站在花海中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，双眸闪闪发光，充满了纯洁与美丽。那灿烂的笑容似乎可以治愈一切的疲劳和烦恼。这些影像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温暖，一种安慰，一种对生活的微笑，杨紫在花海杂志上的这妆有一种清爽的感觉。她穿着白色衬衫和蓝色裙子，简单但时尚。黑色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，给人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感觉。通过这些照片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独特的风格，欣赏她的时尚品味。最后，杨紫在花海中的照片展现出了她的纯真和明媚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下面是一条蓝色的裙子，简单又不失优雅的搭配将她的整体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的笑容清新又灿烂，就像阳光一样。这个笑容很感人，很有活力，也很灿烂。从这张照片来看，她的穿着非常清爽，非常时尚。杨紫的花海写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温暖，让我们为她充满朝气的青春喝彩。演技不输杨紫，何炅强烈称赞她。长相思的女性配角不容小觑，该剧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虽然有网友对杨紫的男装形象印象深刻，但她的表演状态却并非如此，没有受到影响。然而，不言而喻的是，《长相思》的故事情节和卓越的制作使其一炮而红。数据显示，自《长相思》开播以来，该剧一直稳居猫眼人气榜首。与剧情相关的各种话题不断受到高度关注，剧中出现的几对 CP 也赢得了大量粉丝的喜爱。毫不夸张地说，《长相思》的热度有一半以上来自于主演们的支持。在众多主演中，作为主角的杨紫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人物设定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尊重。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中，除了主角之外，还有一位女配角，她一出现在舞台上，就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。她不仅颜值比杨紫亮眼，演技也让人过目不忘。每一个场景都令人叹为观止，《长相思》中的最佳女配角美得令人心醉神迷。在清水镇逍遥杨紫式的回忆中，桑田儿葡萄氏这个角色并不是很起眼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。逍遥拥有非凡的神性，寿命也远超人类。逍遥在清水镇的时候，大方收养了麻子和川子，而桑田儿也是川子的妻子。桑田儿与川子的关系没有真正的感情，她的动机只是为了摆脱妓女卑微的身份，寻求出路。小瑶见证了这一切，她发现桑田儿并没有恶意，反而很懂事，很坦诚，所以也同意了他们的婚事。杨紫在与逍遥、桑田儿的较量中饰演男装六哥，他的外表很朴素，没有什么美感。而葡萄将饰演桑田儿一角，一身妖艳的女装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迷人的红唇。虽然葡萄的眼神戏简单而真诚，但桑田儿却故意用挑衅的态度来引诱别人，这值得特别提及。桑田儿成功地达到了目的，答应了川子的求婚。我本来应该厌恶桑田儿的，但当我看到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和微微点头的害羞表情时，我不知怎的却无法讨厌她。葡萄现阶段的成熟不仅颜值更出色，气质也比杨紫更迷人，而在剧中饰演男装一角，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葡萄不仅以美貌出名，而且她的演技也非常出色。对于桑田儿来说，逍遥就像她的亲生父母一样。小瑶给了她机会，并传授了她医术。逍遥离开后，桑田儿成为诊所的中流砥柱，终于打破了她被人瞧不起的命运。在桑田跪下感谢小瑶的场景中，观众可以看到一个可怜的女人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这一幕，桑提尔跪着说话，一字一句都在表达他所经历的艰辛和困难。当桑提尔感谢小瑶的帮助时，他不由自主地磕头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然后，当他抬起头的时候，发现演员葡萄的眼眶已经湿润了。仿佛在这一刻，我通过一个演员的眼中看到了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希望，仿佛见证了时代中涌现的一个默默无闻却清醒独立的女性。葡萄作为6号女主，无论是颜值、身材、塑造力，还是角色本身的吸引力，都让人感觉女主与她相比相形见绌。可惜葡萄已经进入演艺圈了，直到《长相思》上映，观众才发现了这个隐藏的演技宝藏。她是一位经验丰富、演技稳定的演员。不仅如此，她还得到了何炅的高度评价。葡萄是一名演员，她在很多观众都熟悉的电视剧和电影中都有着不俗的表现。在电影《一念天堂》中，她与陈腾、马丽合作，在角色阿莲中塑造了一个心机少女形象。同年，她还加盟何炅执导的电影《栀子花开》，饰演性格直爽的栀子姑娘。在这2部作品中，观众仅仅通过葡萄的表演就能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形象。何炅在《栀子花开》之后对葡萄给予了极大的支持，他不仅被她的表演天赋所吸引，也认可了她未来的发展。葡萄虽然没有在《栀子花开》之后立即走红，但也得到了一些肯定。随后，她还主演了胡歌、孙红雷主演的职场爱情剧《猎场》，并参演了热播剧《余罪》。在这些作品中，她再次尝试腹黑的角色，成功展现了丰满的纤细女孩形象。葡萄一直活跃在国产剧中，但她的角色始终要么被边缘化，要么与她的个人剧相距甚远，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桑提尔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角色可以说是在她的演艺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个角色让更多的网友认识了她，也吸引了更多人关注她的过去，也欣赏了她出色的演技。葡萄的出色表现再次证明了何炅非凡的眼光，他并没有误判这位演员的魅力，他始终孜孜不倦，也始终光彩夺目。在电视剧《小女孩》中，葡萄的戏份不多，台词也很少。她穿着简单甚至质朴的衣服，扎着简单的马尾辫，用最简单的方式将一个充满社交气息的黄发女孩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回想起来，在《残罪》中以美貌惊艳观众的葡萄，其实演技也是非常扎实的。她的表演充满生机，口才出色，台词有力。葡萄的业务能力令人难以置信，原来她其实是女团出身。早年，葡萄曾担任国内女子组合青春光年的主唱兼队长。自2013年起，他们成功进入韩国市场，并在各大权威音乐排行榜上稳定保持前20名的位置。葡萄退出女团之前，并没有开始自己的演艺生涯。然而，通过她在一系列作品中的出色表现，以及在新剧《长相思》中的引人注目的表现，我不得不承认她有天生的演技。葡萄其实有能力担当更重要的角色。在《长相思》中，她出场次数太少，存在感太弱。但即便如此，她在角色中的表现却令人印象深刻，超越了女主角。目前，电视剧《长相思》依然热播，但葡萄饰演的桑田儿的精彩表演已经呈现在观众面前。观众对这个角色的期待也结束了，但葡萄接下来的演艺事业却备受关注。国产剧已经进入不再受舆论控制的时代，这一事实也得到了证明。在一部剧中，观众可以对每个角色有深入的了解，哪怕是戏份较少的妓女，或者存在感较弱的女6号，主角都有可能沦为路人般的配角。02，肖战就是真实的证明。时隔1个月，该话题总阅读量突破1600亿。众所周知，2023年7月，肖战在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新成就，那就是话题浏览量突破1500亿，而这仅仅1个多月的时间，沾话题相关阅读量也再次突破，达到惊人的1600亿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恐怖的数字无疑是肖战真正走红的铁证。此外，1600亿的阅读量也让肖战收获了2项新的重量级成就。首先是肖战成为短视频平台上第一个话题观看量突破1600亿的明星，其次就是肖战也成为了1600亿话题记录的领跑者，而且肖战从300亿话题阅读量以来一直是这2项记录的保持者，并且在过去一次又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。
3年，看得出来，肖战这几年在前进的道路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。作为公认的优秀本土青春偶像，肖战目前1600亿的阅读量也可以说是对他优秀的最好诠释。尤其是随着肖战更多的作品上映，他在各大平台的热度也在不断突破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。人气的突破其实是对一句话的重新认证，那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品德优秀的人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。他的所有消息都得到了认证，因为短视频平台是中国最大的路人平台，肖战第一的数据足以证明他真正的国民顶级地位。另外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的话题播放量数据非常重要，也非常受到业界的重视，因为里面没有水分，所有的数据都是说实话，其他明星突破100亿都需要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。肖战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从1400亿到1600亿的跨越，可见他的影响力有多么惊人。当然，日益惊人的影响力无疑不仅会让肖战在业界的声誉更加牢固，也让他在前进的道路上更加耀眼。毕竟，作为一个备受认可、品德兼备的明星，无论是个大品牌还是个大制作商，都肯定会优先考虑。所以，肖战的未来几乎是非常明确的，那就是一步步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巅峰。